朕教你读遍经史，问你边军屡败之由，你竟连一句囫囵话都说不出。我大明要你这等储君，究竟有何用？皇爷息怒，皇爷息怒。殿下年龄尚幼，假以时日，必定是我皇明圣储。我不是在明史馆查资料吗？怎么会？这是崇祯15年，我成了大明太子朱次郎，史书上那个亡国太子。松井惨败，13万九边精锐尽丧，罪在朕一人。春哥儿何罪之有啊？如今九边断饷，各地都是请饷的折子，可朕却连50万两的饷银都发不出来。唉，难道大明真的要亡在朕的手里了吗？丁，检测到宿主朱慈郎，皇太子救世辅助系统已绑定，现提示史实大事件预警，经营因断饷而哗变，倒计17日。系统，看来这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了，否则2年后就是我的死期。系统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现发布主线任务，5日内筹集50万两饷银，解朝廷断饷危机。任务奖励：初级农艺加红薯玉米2种。5日内筹集50万两，这是死局，但也是破局的机会。为了自己的小命，拼了！春哥儿，你且下去吧。你是大明的储君，回东宫后要好生读书，莫要辜负朕的一片苦心。父皇息怒，儿臣知罪。一支边军败因，非是兵不堪战，实乃粮饷不济，将贪腐，利禄散矣。你说什么？盐铁论云：利出于一孔者，其国无敌。如今勋贵私吞盐铁之利，江南士绅巧立名目避税，他们一个个腰缠万贯，可国库却空如欣喜，岂不可悲？统兵之道，当以粮饷为先。九边军饷拖欠3月，士卒动纳，何以用命？都说贱奴不满万，满万不可敌。照儿臣说，明军不满饷，满饷不可敌。遥想太祖高皇帝、成祖文皇帝时期，我大明边军是何等雄壮！明军不满饷，满饷不可敌。朕亦知此理，然朝中局势错综复杂，朕是皇帝，又不能强抢，几番开捐书，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。儿臣愿为君父分忧，请父皇准儿臣便弊行事，5日之内必筹齐50万两白银，以解经营九边燃眉之急。你可知50万两意味着什么？5日之期弹指即过，若办不成，若5日不筹齐饷银，儿臣甘受国法，以谢天下。皇爷，殿下一片孝心，感天动地，奴婢也愿意以自家性命为太子殿下作保。王承恩，你哭什么？那朕就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准了吧？谢父皇，谢皇爷天恩。你且去吧，倘不如意，亦无需勉强。是。春哥儿今日怎的变了个人似的？长大了吗？从今日起，我与大明的命运便牢牢绑定在一起了。我必须改写命运。这50万两，我一定要筹到。到哪儿去筹银子呢？丁，检测到宿主为前所困，现发布支线任务：通州码头私盐查抄。任务奖励：勋贵贪腐隐秘账册。周奎的私盐，太好了，就先从你下手。李忠，东宫典玺，忠诚度100%，能力值74，财富2000两，评价太子死忠，荣辱一体。我竟然能看到别人的面板，太好了！殿下，今日您在陛下面前立下军令状，5日内筹集50万两，这比登天还难啊！勋贵们吝啬成性，士绅没有手握盐路，您可得三思啊！李半半，你跟随我多年，可知如今大明归属雷乱，李自成3围开封就在眼前，杨文月和孙传庭出征在即，没有银子，让他们拿什么打？届时开封陷落，京师震动，便再无回天之力。这5日是大明的死劫，也是生机。奴婢不知道什么军国大事，奴婢只知道殿下就是奴婢的天，殿下说做什么，奴婢就是豁出这条命，也要给殿下办好。好，你既有此心，本宫亦必不负你，即刻去做2件事。其一，清点东宫所有闲产，庄园店铺尽数造册，明日一早联系牙行折银变现。其二，传唤锦衣卫千户吴梦行来见本宫。原主记忆中，他是自己绝对的心腹，应该可以用。奴婢遵旨。崇祯15年4月，这个穿越节点真是天崩开局啊！还有5个月，开封就会被攻切，我必须要抓紧时间了。殿下，吴千户到了。让他进来。
锦衣卫千户吴梦行参见殿下。本宫奉旨筹饷，现在接到密报，明日清晨将有州谷的一批私盐运抵通州。按大明律，无引而犯私盐者当减。可周国尧毕竟是您的陛下开捐助饷时，母后私下给了他5000两，这厮竟然只捐了3000两。国家逢此危难时刻，他非但不出钱，反倒是赚了2000两。本宫怎敢高攀这样的外公？本宫心意已决，令你即刻召集500锦衣卫随行。本宫要亲自走一趟通州码头。殿下乃是储君，岂可亲身冒险？既然殿下已有决断，还请交由卑职去做。休要多言，快去！臣遵旨。锦衣卫无诏令搜查，本就属于御权行事，对方又是国丈背景，万一吴梦行镇不住场子，可就糟了。关系重大，不容有失。殿下，500锦衣卫集结完毕，出发。京城距通州60里路，夜路不好走，3个小时也能抵达。还好前世会骑马，现在倒是派上用场了。你说春哥调了锦衣卫，还出宫了，他好大的胆子！罢了，王德化，让你东厂番子暗中护驾吧，不得暴露，亦不得干预。奴婢遵旨。客官，对不住啊，小店还没开张呢。闭嘴！这店我们爷包了。如何了？回殿下，吴梦行已经将人手都隐蔽好了，就等曹船靠岸了。那就静等吧。有劳张统军亲自护送，真是折煞李某了。殿下，周家的船来了。传本宫令，动手。谨遵殿下军旨。张总兵，这次货多，事后必有重谢。放心吧，总督大人那里已经打过招呼了。周国丈的货，哪个不开眼的敢详查？锦衣卫办事，查验此船，闲杂人等速速回避。我乃漕运总兵张国军，上差意运何为？此乃当今国丈嘉丁王周老上人坐船，谁敢擅动？张总兵，怎么，锦衣卫办案，什么时候还要向你解释了？敢问阁下是？锦衣卫上中所千户吴梦行，现接到密报，有人贩运私盐，特来切查。绝不能让他们查船，否则本官就完了。阁下此行可有陛下旨意？哼！来人，拿下！本正肩负都粮抵通、副仓守河重任，尔等既无诏令，便无权搜查。来人！该我出手了吗？那又是何人？末将通州卫千户严应元参见张总镇。严千户，快快请起！你来的正好。这位锦衣卫的吴千户，无陛下诏令，欲擅自御权搜查漕船，本镇身为漕运总兵官，是万万不允许的。张总兵，你如此这般阻挠，莫不是也脏了心肝，收了不该收的银子？本官劝你让开，否则悔之晚止。放肆！本镇乃是朝廷正二品武官，维护漕运本就是本镇职责所在。既然吴千户不便查船，那便由下官代劳了。来人，给我查！严千户，此乃嘉定伯坐船，本镇劝你莫要自误。某只知国法，不知国丈。通州卫有权全查验漕船，抗法者斩。不是。幸亏有这个家伙，不然只能搬出太子爷了。不到万不可以，绝不能暴露殿下行踪。大人已查明无隐私盐，人赃并获。完了！
得赶快把这里的消息报给嘉定伯。检测到关键人物严应元，江阴抗清名将，忠勇双全，强烈建议收服。把张国军和严应元带上来一见吧。是。张总兵，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本镇也是受了这奸人的蒙蔽，还好吴先丁你坚持搜查，否则就被这恶贼得逞了。敢盗用嘉定伯名号贩运私盐，本镇绝不饶你！张总兵，闹够了吗？敢问公公是？瞎了你的狗眼！睁大你的狗眼，给咱家看清喽！不知是公公驾临，万望恕罪。张总兵，严千户，咱家公子有请。公子，难道是？走吧，莫让咱家公子等急喽。通州卫千户严应元参见太子殿下。平身吗？谢殿下。严千户，今日之举就不怕得罪国丈，引火烧身吗？回殿下，这天下乃大明之天下，勋贵岂能凌驾于国法之上？如今国难当头，臣也只不过是尽些本分罢了。好一个本分之臣，严应元！本宫欲扶大厦之将倾，救万民于水火，你可愿追随本宫左右？蒙殿下看重，臣愿誓死追随，赴汤蹈火，何惜此身？好，将军所言，本宫甚为感动，亦必不负亲。你且暂去，不本宫自会奏请父皇调你来府。传漕运总兵张国军上来吧。是。大胆！见到太子殿下还不下跪！淮安漕运总兵官张国军参见太子殿下，殿下千岁千岁千岁！张国军包庇周奎走私私盐，徇私枉法，你可知罪？殿下冤枉，都是那恶奴欺瞒，打着周国丈的旗号走私，微臣实不知情啊！张国军，淮安漕运总兵官，忠诚值30%，能力值62，财富白银5万两。真够贪的。嘉定伯的船就不用查了。你身为朝廷2品大员，竟敢藐视王法，真当本宫是泥捏的不成？殿下饶命，微臣一时糊涂，求殿下开恩啊！边军缺饷急如实火，本宫奉旨筹饷，正为此事焦头烂额，你还如此行事，真叫本宫痛心啊！张总兵，殿下仁慈，怎舍得送你去诏狱？你若能为筹斩出份力，殿下一高兴，自然既往不咎。下官愿捐5000两，为殿下分忧。2万两，下官愿捐了2万两。咱家是帮你，你却如此不识好歹。4万两，少一个子儿，你就准备抄家下狱吧。诏狱的滋味，想必张筹帅是听说过的。殿下，臣愿捐4万两，求殿下开恩饶过微臣吧。张总兵忠君体国，既如此，本宫便给你一次机会，去吧，尽快办妥。谢殿下，微臣告退。现在还不是动这些人的时候，就先收点利息吧。吴梦行，尽快查封所有漕船，暗中联系当地盐商，将私盐全部变卖，所得银两如数借往陛下内当，不得有误。臣谨遵殿下军旨。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查抄私盐，现发布任务奖励，勋贵贪腐账签。接下来就该从这些朝中的蠹虫们身上找银子了。返程回宫，筹备后续事宜。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通州新到的私盐被太子殿下查封了。你说什么？
爹你怎么了？朱慈郎这个小畜生，敢动老夫的东西！爹，小心隔墙有耳，这话传到陛下耳朵里，咱家就完了。老夫这就进宫面见皇后娘娘，收拾这个小畜生。周奎，他怎么来了？老臣周奎参见太子殿下。周奎，嘉定伯爵，忠诚值2，能力值55，财富值30万两。这就是周奎，我的好外公啊！外公，快请起。臣锦衣卫都督周建参见太子殿下。周建锦衣卫都督，忠诚值20，能力5，财富值30万两。这病老鬼居然是自己舅舅，这副尊容和死人差不多吧？周奎罪状太多，宿主自行查阅，仅勾结禁商、走私通敌、贪污受累、卖官鬻券，便可定其死罪。本宫近来查获一起私盐贩运的大案，那毛贼竟敢盗用外公您的名号行事，真是可恶！请殿下明察，老臣一向奉公守法，绝无此事。本宫也知外公忠心，只是此案牵扯甚广，还需外公配合调查，也好还外公一个清白。身正不怕影子歪，老臣做事一向奉公守法，绝无违法勾当。可这贼子一口咬定是您的人，此事若叫父皇知晓，定会严查。哎，母后若知道外公牵扯其中，想必也会伤心。殿下，家父定是被冤枉的。把人带上来。把人带上来！老爷，救我！救小的，小的快被折磨死了！你休要胡说，老夫根本不认得你。老爷，你不能抛弃我！我知道你历年走私私盐的勾当。殿下恕罪，此人血口喷人，我家从不做违法勾当，伏请殿下明察呀！这贼子胡乱攀咬一气，简直是满口胡言。殿下往往不可相信这厮。老夫是国丈，老夫女儿是当今皇后，只要自己咬死不认，锦衣卫也拿自己没办法。对，前身原主就是城破时躲在周贵府上，最后被这老小子卖给李自成，落了个惨死下场。对他，我没有半点好感。嘉定伯，本想给你留几分薄面，你非要本宫将你的老底儿都给揭开吗？崇祯4年，你勾结衙役强占民田700亩；崇祯5年，你拆屋掘坟大发死人财；崇祯7年，你勾结禁商走私通敌。同年起，你贪污受贿、卖官鬻爵、纵子作恶、强抢民女，这些勾当够杀你100次了。这些话只要捅到父皇那里，你摸摸自己脖子够不够硬？殿下饶命，请看在皇后娘娘的面上绕过老朽吧。老朽半年没发俸禄，家里开支大呀。李自成敲响时，从你府里搜出53万两，在我一个穿越者面前，你还敢哭穷？嘉定伯，看在母后的佛面上，本宫不愿动你，但不代表本宫好欺。现在本宫奉旨筹奖遇到了难处，所以就想请外公帮帮忙了。殿下此话何意？殿下的意思是破财免灾？不行，不行，这万万不行！进了我周奎口袋的钱，怎么能往外掏呢？李忠，随本宫进宫面圣。殿下息怒，我周家愿意掏银子，为殿下分忧。不行，不能给！爹，要钱还是要命？老朽愿出1万两。10万两，限期半日，超过了时辰，你们自己掂量。爹，你醒醒！殿下，下一家英国公府。殿下驾临寒舍，老臣不胜荣幸。可眼下国事艰难，经营役断香月余，老臣自己也往里搭了不少银子，现在实在是难啊！老臣最多只能捐3000两。嘉定伯可是捐银10万两，您掌管经营，不会还不如他吧？殿下，周奎田产无数，老臣清苦，3000两已是极限。哦，英国公竟然说自己没银子，这和本宫所想有些差异啊！殿下此话何意？老臣不懂，他难道知道什么？崇祯3年。你私卖通州卫糙粮3000吨，
以每两顶替，吞银12000两。崇祯7年，你克扣经营东一银3万两，士兵冻毙17人。崇祯10年，你卖经营指挥使缺，收贿6万两。崇祯12年，你侵占黄庄田170顷，逼死佃户7家。崇祯14年，你私藏假兽300副，强弩500张，意图谋逆吗？殿下，无凭无据，你不能血口喷人。他怎么全知道？这些密室连家人都不清楚，完了！无凭无据，你府中地窖藏银47万6千两，黄金930两，田场地契732张，总家产逾100万。本宫只要你20万两。殿下，老臣错了，老臣捐，求殿下饶过老朽，老朽立刻凑齐20万两，保命要紧。钱没了能再赚，头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英国公不必着急，本宫于明日晚间在东宫设宴，广邀诸位勋贵外戚，国公届时再捐不迟。老臣遵旨。东宫今日设宴，所谓何故啊？听说东宫正在奉旨筹九边军饷呢，莫不是又想让我等出银子？哎呦，英国公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说说，东宫这又是唱的哪出啊？诸位都来拉，猜也没有用，还是快进去吧，莫让殿下等急了。这，走吧，诸位。今日设宴，一为慰劳诸位世代忠良。太子殿下，二为本宫奉旨筹九边军饷。九边将士断饷3月，冻饿而死者日有所闻，本宫日夜难安啊！为解军饷困顿，父皇亦曾3开捐术，然收效甚微。此乃多事之秋，国事艰难，本宫都看在眼里，心中不甚悲怆。这饷银窟窿一日不补上，本宫一日不得安眠啊！殿下不安，乃是我等做臣子的过错。臣愿捐2000两，臣也捐1500两，为殿下分忧。臣认捐3000两。哼，一群蠢货，还在装。信函之中是本宫为各位整理的功勋录，自崇祯元年至今，你们的功劳苦劳，还有不为人知的隐秘辛劳，朝廷什么都知道。诸位，还请详阅后再捐银子不迟。殿下到底什么意思？朝廷全知道，难道是我等的罪证？老臣愿捐10万两，以报皇恩。老臣愿捐20万两，弥补前过，助饷救军。连铁公鸡周奎、硬骨头英国公都被拿下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诸位，你们与文官不同，文官是客，尔等是主。文官是枝叶，你们是根脉。我大明养你们270年，让你们与国同修。如若朝廷剿贼失败，让李自成等留成事。他日闯贼入京之日，文官士绅乃至贩夫走斗皆可降，唯独你们降不成。试问我大明可有前元的勋贵？没有。闯军之中，等着抢你们爵位、田殿、妻女的人成千上万。你们今日舍不得银子，明日非但爵位家产不保，就连身家性命、子孙满门都要落得个灭门的大祸。这银子留着，难道要给闯贼抄家吗？臣捐8万两，臣捐12万两，臣捐15万两，嘉丁伯10万两，英国公20万两，定国公12万两，成国公10万两，安平伯8万两。好，好，好！启禀殿下，诸位大人们认捐总计86万4千两。记住，你们捐的不是饷，是买命钱、保爵钱。大明存，你们便存；大明亡，你们就得亡。臣等谨遵殿下教诲，誓死效忠大明。主线任务筹集饷银任务已完成，现发放任务奖励：红薯、玉米2种各10担。太好了，只要有了粮食，大明就能扛过去。86万4千两，还有查获私盐，作价3万两。春哥，你真的做到了。这下杨文月和孙传庭出兵的银子就有着落了。此乃大功一件，朕心甚慰啊！儿臣仰仗父皇天威，秉持大明法度，不敢居功。有子如此，朕对得起列祖列宗。来，与朕共饮一杯。父皇宵衣宜时，儿臣自当为父皇分忧。陛下，兵部尚书冯元彪10万火急密奏。父皇，究竟发生何事？你自己看吧。
兵部尚书冯元祥谨奏：经营久欠军饷，军心汹汹，连日鼓噪不休，渐有哗变之兆。旧将疲缓，弹牙无力，恐生肘位之变，危及皇城根本。臣服谕陛下，速遣重臣辅军整肃，以固京师。丁，主线任务：辅军经营发布。任务要求：掌控经营核心权力，编练新军。任务奖励：鸟枪改良图纸、龙骨水车改良图纸。接了。父皇，经营乃京师门户，旧军糜烂哗变一触即发，非彻底整肃不可。儿臣恳请持节辅军经营，合兵籍，分空饷，安军心。你要去辅军经营，经营积弊100年，你年仅16，从未掌兵，如何压得住骄兵悍将？儿臣有父皇为依仗，有粮饷安军心，有法度立威，大义名分所在，万夫莫敌。好，朕考你3策，若你答得好，朕便准你；若你言辞虚浮，此事便作罢。儿臣后教。经营100年积弊，空饷弱兵贪腐横行，你入营第1策，从何下手？儿臣以为，治须先肃军纪，再合兵纪，淘汰老弱，清查粮饷，杜绝克扣，赏罚分明，宣扬大义，去逆流忠，恩威并蒂，让将士们食果腹，衣避寒，先慕皇恩，再忠君报国。军心涣散，士气低落，你如何重塑军心，练出可用之兵？儿臣当遍宣陛下忧军恤速之心，足额补发欠饷，使兵士保暖安心。再明军功赏格，敢战者中奖，退缩者重惩，使全军皆知恩出自陛下，威出自朝廷。兵为皇家守国门，不为私门所用。外有流寇间敌，内有掣肘朝臣，你如何内外兼顾，稳守京师？以大义明费稳固军心，以粮饷军功鼓励士卒，以法度肃营类，用忠勇之将罢庸怒之官，诸事皆禀明朝廷，事事皆养父皇圣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好，朕的春哥儿真有帝王之实，将帅之面，朕准了。朕今颁旨，皇太子朱慈朗持节辅军经营，总督军务变严行事，赐你上方宝剑，上斩不法将吏，下肃哗变兵卒，无需请旨。儿臣谢父皇隆恩，定不辱使命。春哥儿真的长大了，终于能为朕分忧了。是啊，陛下，殿下天纵英才，也唯有太子殿下能治得那些勋贵服服帖帖。你是说，只有太子治得了他们，朕治不了他们吗？皇爷饶命，奴婢不敢，奴婢死罪啊！皇爷饶命，奴婢该死，奴婢胡说八道。陛下天纵英伟，无人敢不服。传旨，命经营监军太监密切注视太子施为，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，每日密奏朕知，不得有误。奴婢遵旨。发饷，我们要吃饭！发饷，我们要吃饭！3个月一文没有，这兵当不成了。现在都饿死人了，我们要活着！发饷，我们要吃饭！发饷，我们要吃饭！退下，都退下！莫要闹了！兵部急奏，早已800里加急送入宫中，陛下为何迟迟不派人？再迟半个时辰，哗变一起，京师震动，大明江山危矣。太子殿下驾到，尔等肃静。臣等参见太子殿下。参见太子殿岁，先千岁。臣经营总督荣正无为因叩见殿下。经营监军太监卢九德叩见殿下。臣兵部左侍郎吴顺叩见殿下。难以置信，陛下竟派太子殿下亲来辅军。殿下驾临，老臣有失远迎，死罪，死罪！殿下天威一至，军心立安，奴婢佩服得五体投地呀！李办办，奴婢在。宣读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命皇太子朱慈郎持节辅军经营，总督荣正，节制文武大小官将，一切军务便宜行事，肃军纪，清积弊，
安君心，顾国门，钦此。臣等接旨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荣正、提督，随本宫入帅帐议事，其余人全部在校场列队静候，擅动者杀。诸位都是我大明世勋，是我朱家的至亲骨肉，不是外臣。经营糜烂至此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本宫也就把话挑明了，从今日起，军中具体事务你们不再插手，只要不掣肘、不阻挠、不暗中作祟，本宫保你们爵位不失，富贵不减。殿下，经营乃太祖旧制，勋贵长君已立270余年，殿下仅凭一言便要夺尽兵权，是否不太妥妥？哦，成国公是不太服气了。经营糜烂至此，你们有一半的功劳。你成国公吃空国多少？他魏时春私剁军人多少？孙应麟克扣草料银多少？难道还要本宫一一点出来吗？这一笔一画清清楚楚，铁证如山。本宫不想动你们，乃是顾念我大明勋贵的体面。但若非要逼本宫公事公办，就怕你们担不起后果。殿下推心置腹，仁至义尽。臣武军营提督朱纯臣愿交出兵权，臣神都营提督魏时春亦愿遵令，绝不敢有半分异心。臣神机营提督孙应真任凭殿下差遣。老臣吴为英愿将总督荣正一应印册文书全部移交东宫，从此不再问世经营。好，但当下军心已溃，怒焰难平，本宫今日还要向诸位借几颗人头一用。殿下，臣等有罪，可罪不至死啊！慌什么？不是要你们的脑袋，是问你们要贪墨典刑，克扣军饷的蛀虫。不流血不足以安军心，不杀人不足以正国法。朝廷哪次饷银不是足额拨下？可到士卒手中，10成中仅剩2、3。你们吃肉，连汤都不给他们留。如今大祸临头，还想全身而退吗？殿下，此6人贪腐有据，克扣属实，臣等无异议。核实罪状，半个时辰内回报。传令，击鼓点卯，校场阅兵。殿下，经营空额极多，实数不足4万，一旦点卯，你们的老底本宫一清二楚，只管去做便是。本宫说了，你们不会有事。遵命。我预想过经营的烂，却没想到竟然烂到如此地步。这哪里还是大明的经营？这分明就是一群叫花子军队。这帮吃兵血的蛀虫，我迟早要清算他们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启禀殿下，点卯查出127人无故迟到。三通战鼓点卯不到者，依军法当斩，怎么办？127人，127条人命，他们已经够可怜了。如今要我一句话杀100多人，法不责众，打一顿军棍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今日饶了他们，军纪将荡然无存，不立威就没有新军，没有新军，我拿什么对抗皇太极和李自成？满清入关，100年国耻，山河破碎，全都要重来。别怪我，要怪就怪这乱世，不杀你们，就会有更多人死去。军法官，点卯无辜迟到者，依我大明军法，当如何处置？本宫问你话，依大明军法当如何？当斩！来人，执行军法，一个不留。啊！殿下下手居然如此果决狠辣！殿下饶命！小人再也不敢了，求殿下开恩啊！快入宫，密奏陛下，太子殿下在经营大开杀戒了！不要怪我，要怪就怪这个吃人的世道吧。我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重塑这片残破的山河，不让你们白死。殿下，6人罪状全部核实，证据确凿，绝无错抓。把人带上来。奉太子殿下令，诏告3军：原经营参将张彪贪墨军饷37000两，私吞东夷1000件，
汉斩立局。原游击将军王怀虚报空后2000人，强征士卒为家奴。汉斩立局。殿下饶命！臣一时糊涂，愿将全部家产充公，求殿下留臣一条狗命。不是我，是他们逼我的，我是冤枉的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尔等惜士卒之血，耗大明之骨，今日伏法，死不足惜。杀！斩尽蛀虫，还我公道！斩！是。殿下饶命！将尸首悬于辕门，示众3日。从今以后，严明军纪，违法者军法从事，绝不姑息。殿下英明。按人头发放，欠饷3月，每人月饷1两2钱，足额发放，不得克扣。真的发饷了，殿下没有骗我们，这下俺爹的病有救了。将士们，大明不会负你们，本宫不会负你们。从今往后，饷银将按月足额发放到们每一个人的手账，冬衣粮草绝不短缺。本宫只有一个要求：严守军纪，勤加操练，立马募兵，忠君报国。立马募兵，忠君报国。立马募兵，忠君报国。此子年仅16，心性之间决断之狠，远胜常人。我黄明有储君如此，或许真的还有希望。饷银分发的如何了？启禀殿下，本次应发欠饷宜125400两，陛下拨付10万两，目前尚有25400两的缺口。东宫现存银多少？殿下，仅余5000两。不过张国军那4万两，下午便可送到。剩下的银缺，东宫出了。吴侍郎，稍后你可直接向李半半拾取。殿下仁厚，臣等誓死效忠殿下，效仗大明。银子又是银子，刚敲完勋柜，暂时不能再动。逼之过急，必生反心。军饷、练兵器械、屯田粮草，处处都要花钱。这25000两，东宫我能填，可接下来呢？钱该从哪里来？当前经营掌权进度85%，仅剩监军太监卢九德未屈服，其人之兵能治军，贪财投机，无死节。崇祯王后难逃，率先兄弟伏王。都退下吧，卢公公留下。是。你是本宫的家奴，本宫也就不和你绕弯子了。经营军饷乃将士血骨，督察军纪是你的本分。银钱粮草，今后休得染指。奴婢省得。陛下跟前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话，半句莫提。若是叫本宫知道你阳奉阴违，掣肘本宫行事，你知道后果。内廷的奴败，本宫用不着给你定罪，找个借口也就杖毙了。奴婢誓死效忠殿下，绝不敢有半分贪念，更不敢说半句闲话，还求殿下慈悲保全啊！起来吧，本宫信你怕死是真的。记住，若他日有失，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奴婢谨记殿下教诲，不敢逾越。恭喜宿主完成统军经营任务，奖励发放鸟枪改良图纸加龙骨水抄图纸。图纸再好，乌银难造啊！连日操劳，还没机会到处看看。吴侍郎可愿陪本宫随便走走，一观民生？臣遵旨。唉，皇城尚且如此，万圣黎民何堪？松锦新败，征调愈甚，百姓已不堪重负。殿下所言极是，松锦之败，军威丧尽，民心离散。几位爷，里边请，给我们爷找个僻静点的位置。好嘞，几位爷，您楼上请。几位爷，您的茶。经营糜烂日久，本宫欲财踏老弱，以七少保绩效新书所著之法，重新选拔操练士卒，并革新军备火器。本宫以为乱世争锋，想要快速成军，当以火器为先。吴侍郎以为如何？殿下高见，但火器造价昂高，且工艺繁杂。以我大明现有之火器，多有炸膛之弊，且操作复杂多序，准头亦是10中1、2，恐不能起到太好的效果。就以鸟铳为例，这旧铳之弊，在筑猎要杂治乱，今以精铁断管，水力钻膛，内壁开线直，加以火药精配提纯，并以纸包定装火量，如此炸膛可决，准度与操法皆大进。铸炮之法，可用水力鼓风升温来提炼炼晶体，再以湿蜡法精磨一体铸炮，水力打磨炮管开膛线，使炮身匀厚，减重配轮，定装弹药，统一准星。如此炮尖射源打得准，拖得动百战不废。妙啊！太子殿下天纵奇才，臣万万没有想到，殿下在火器之道上竟然有如此高深造诣。
奈何臣所知有限，不敢妄加评论殿下所言之法。如若此法可行，我大明野战之力必然大大提升啊！吴侍郎过誉了，火器虽利，终在人用。若无铁骑强军精锐尽俗，纵有撼山之威，亦属无用。只惜松锦一战，九边精锐尽丧，国本大伤。本宫唯有重练新军，方能疏解危局，以备不虞啊！嵩山之哀，痛彻心扉。原非将士怯战，力不能支，实乃庙堂掣肘，将帅受制，党争纷扰，粮道断绝，外无此寸援兵，内有百般牵制。曹变交、王廷臣、杨国柱三位总兵血战殉国，钟鼓至今散落关外。天下良将凋零，我煌煌大明何以堪此重创啊！忠良陨落，社稷蒙尘。朝廷若能善用猛将，内外一心，何愁贼寇不灭，贱奴不退？殿下痛惜忠魂，心谢社稷，乃大明之福。臣深感敬佩。吴侍郎久任兵部，识人善任，如今本宫编练新军，正是用人之时。大人可有举荐？不敢，臣确有2人举荐。这第一人乃是周玉吉，现任永卫营前锋副将。此人忠勇绝伦，善守战，治军有道，可堪大任。周玉吉，崇祯15年4月任经营永卫营前锋营副将，驻京师，忠勇刚烈，治军严明，可托心腹，练兵守城皆为上选纯臣猛将。强烈推荐。我正有此意。这第2人乃是孙应元，同样隶属永卫营，只是陛下亲命其往河南剿寇，现正于豫南追剿刘匪。其人骁勇善战，军纪严敏，若是将来有机会召回，必可助殿下操练出一支强军来。孙应元隶属于经营永卫营，左都督、总兵官，现在河南剿寇。其人骁勇善战，军纪肃然，为明末禁军第一流野战良将，目前尚在，5月将战死于罗山。现在是崇祯15年4月。松锦大战刚刚结束，历史记载，5月时，孙应元以督军数千追敌，连战连捷，后被李自成设计围困于罗山，而左良玉等诸将却坐视不救，最终导致孙应之力竭身亡，永卫营精锐尽丧，中原遂不可为。我一定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，一定要想办法把孙应元救下来。你们知道吗？太子殿下辅军经营，一口气斩了60多个贪官呢。我老舅说，殿下这一次发足了3月欠饷，那银子都堆成小山了。殿下乃天神下凡，否则经营早哗变了，老百姓也得跟着遭殃。百姓淳朴，谁为他们做主，他们便心向谁。臣相信有殿下在，我大明尚有可为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得良才者安天下。吴侍郎所言振聋化聩，本宫受教了。殿下，张国军的银子到了，其中25400两已经押送至京营。既如此，还请许臣即刻返回京营，清点饷银事宜。臣告退。去吧。忠臣良将受制于时运，正史中吴生最后也落得尽忠死节的悲惨下场。希望我的到来可以改变这些忠良的命运。李半半，再陪本宫逛一逛吧，难得出来一次。是。别救我！我和你们拼了！周公子，草民愿出银子，求您放过小女吧。本公子看上你女儿，那是他的福气，别不识抬举。周公子开恩啊！草民愿倾尽家产，求您饶过草民一家吧。哼，本公子钱也要，人也要。你一介刁民，还敢和小爷我讨价还价？周一芬，首辅周一如之子，整日欺男霸女，仗势横行，简直是找死。丁，触发支线任务，路见不平，任务要求惩治恶少周一峰，解救沈氏妇女，任务奖励精纯火药配方及制作工艺。就算没有任务，这等伤天害理之事，我也管定了。都给我住手！哪儿来的野种，敢管本公子的闲事？你可知我爹是谁？我爹乃当朝首辅周延儒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我们公子乃是崇祯14年原科考人老爷周一峰周公子，小子快滚！打！你们都给小爷等着！5城兵马司即刻便到，不扒你的皮，老子不姓周！你们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敢打我们公子，等死吧你们！多谢恩公，但这位周公子是举人身份，身后背景更是恐怖，恩公还是快逃吧，莫要遭了连累啊！公子乃是我沈家救命恩人，某愿以死相护。无妨，有我在，沈先生放心，命运只是与你们开了个玩笑，待家人在一旁静观即可。周延儒家产数百万两，正好让他儿子栽我手里，看我不敲死他！
哪个不开眼的敢在皇城撒野？哎呦，周公子，是哪个不开眼的狗东西敢伤您啊？您告诉小的，小的这就给您抓来。就是这伙乱民，给我往死里打！打死了有我爹给你担着！废物还不动手，想丢官服吗？是。这伙人衣着华贵，武力非凡，恐有些来头，但再高能高得过首府吗？拼了，上！拿下这帮乱民，死活不论！上！李忠，太子殿下在此，谁敢造次？不可能！太子殿下，完了，这是死罪啊！微臣死罪，不知是殿下驾临，求殿下饶命啊！参见太子殿下。你身为兵马司副指挥，不思护民，反助纣为虐，给本宫拿下，交刑部议罪。完了，全完了！他竟然是太子殿下！草民参见太子殿下！草民参见太子殿下！平身吧。谢殿下。殿下，您请坐。多谢。眉如远黛，眸如秋水，还真是个美人。难怪周一峰不惜强抢民女，这哥们儿品味这一块还真没得说。弄醒他。是。爹，我闯祸了，快救我啊！爹！周公子醒了。殿下饶命，小人不知是殿下呀！我爹是周延竹，还请殿下看在家父薄面上饶过小人吧。周公子，刚才不是还骂本宫是不知死活的狗东西？本宫还是喜欢你之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，麻烦你调整一下，恢复状态。殿下饶命啊！小人是狗东西，是小人不知死活，小人再也不敢了，求殿下开恩啊！大坏蛋！先请周公子到赵狱喝茶，传话给首辅周老大人，请他百忙之中抽个空来见见本宫吧。是，我不去赵狱，爹救我呀！活该！殿下，请用茶。草民父子叩谢殿下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草民永世难忘。今日若非殿下援手，我沈家不复存疑。殿下恩同再造，草民粉身碎骨难以报答。严重了，两位快请起。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，路见不平，奖励精纯火药配方及制作工艺图纸已发放。红薯玉米2种，鸟枪龙骨水车图纸，再加精纯火药配方，万事俱备，就缺银子了。沈先生可否说说今日之事？回殿下，草民乃沈万三后裔，世代在江南经营盐业，因得罪了地方官员，遭其构陷，无奈举家迁来京城避祸。往期上月忌日，小女外出上香祈福，不料被那周公子撞见。他打听我家并无背景后，便要强纳小女为妾。草民愿出1万两白银化解，可他却非要人财两得，遂有今日之难。周延如乃当朝首辅，你竟不愿嫁女？殿下不知，那周一分情趣怪异，恶名远扬。小女若嫁他为妾，岂有命活？草民为人父母者，又怎忍推女入那火坑？那厮就是个畜生，岂有此理！这狗东西！李半半，奴婢在。吩咐下去，给周公子好好松松骨。是。先生不必担心，本宫保证那厮以后绝不会再来找麻烦。请坐下说话。草民沈敬之谢过殿下。沈先生久视盐产，乃江南商界翘属，必知其中关节。本宫想向先生请教盐商运作取利之道，承蒙殿下垂询，草民不胜惶恐。盐商立足全凭朝廷盐引，早年时需付边纳粮换取盐引，现如今可直接向盐运司缴银即可购买。殿下难道想改制盐税？这是我千载难逢的机遇，一定要抓住。盐商持引便可至盐场拾取正盐。所谓正盐，便是盐引上明确标注的盐量，一引正盐固定为1市，需按朝廷规定足额缴税。正盐之外便是余盐，余盐即是私盐。盐场产盐常有盈余，就给了官员操作的空间。盐商掏些好处，他们便允许每担正盐之外附带数担私盐。这些私盐流入市场，价格会比正盐要低。长此以往，
郑言便开始滞销了。关键在缴税，郑言需缴全额税款，于言却只需向官员缴少量银子，完全免税。盐商将郑言与于言一同运销，这其中的差价便是暴富根本。原来如此，那沈先生可否说说当下这盐政之弊端？殿下，此事牵连甚广，这家父他……既是殿下开口询问，草民不敢隐瞒，便冒死直言了。如今朝廷盐税流失，草民认为根在三弊。说破这些，可就是把身家性命赌在太子身上了。一弊在权贵，宦官皇亲凭身份奏讨盐引，不交粮不纳银，以低价收取优质盐，然后高价卖出。他们空手套白狼，满载而归，可朝廷却是分文无获啊。其二，在官商勾结，盐运司官吏与盐商沆瀣一气，朝廷法度沦为他们垄断的工具，层层盘剥，致使朝廷税银最后进入私囊。三弊在私盐贩运渠道，奸商勾结漕运官兵，以大船走水路，明目张胆贩运私盐。私盐本就价低，运费上再大打折扣，最后盐价比正盐价格低将近一半，百姓趋之若鹜，以致正盐滞销，朝廷自然收不上来银子。沈先生所言句句切中要害，那不知可有改良之法，能杜绝私盐泛滥，快速充盈国库？这改良之法，曹民倒有一策，只是此法太过激进，若无铁石心肠、雷霆手段者，绝不可为。父亲，不可啊，会万劫不复的。先生但说无妨，本宫可以保证今日之事不会外泄。此人敢直言不讳，绝不仅仅是感恩这么简单。从他的眼神中，我能看到野心。眼前这位太子爷英气逼人，绝对是雄主，老夫眼光绝不会错。商人身份低微，身处乱世，若无靠山，迟早还会有今日故事。我必须为沈家拼一把未来。既有殿下庇佑，草民便无所畏惧，定知无不言。推行全国盐场分段承包之法，直接废除盐引，将各个盐场划区包产到盐商或造户私人，采用按标竞价之法，且每年重新竞标承包。中标者需先向朝廷缴纳承包费用，其后产盐多少再与朝廷无关。分段承包，这是后世制度，他竟能想到，不简单。此法也并非万无一失，若盐商们勾结串标，集体压低竞价，朝廷还是会吃亏。所以需要让他们互相猜忌，信任一旦丢失，盐商们就是各自为战的一盘散沙。其二便是既得利益者的反扑，这也是最凶猛、最凶险的关节。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，必须要有雷霆手段和绝对实力镇压反盘的同时，必须保障造户的利益。造户乃产盐之关键，他们看不懂朝廷法令，若有心之人煽动造户霸产，对朝廷来说是致命的打击。盐商承包矿产后，造户与朝廷之间的关系也就断了。而盐商又岂肯真心掏银子给他们，必然会克扣。如此一来，造户的收入就会下降。草民斗胆建议，除硬性规定商人支付造户月钱外，朝廷也按每担采盐产量上再给予补贴银。其三，需要防止盐商掠夺式产盐或瞒报囤盐，因此需明确年产盐量的上下限标准，不能高亦不能低。户部每季可按造户产盐记录核查，而产盐记录又与造户切身利益绑定。他们是绝不肯作假瞒报的，这也就无形中杜绝了盐商囤产的可能性。妙啊，先生真乃大才，所言之策真可谓釜底抽薪，直指要害。做个商人还真是屈才了。草民愧不敢当。殿下这是何意？是在暗示我吗？此人懂盐道，有见地，有胆魄，想法竟能与300年后不谋而合，真不愧是沈万三的后代。今日多谢沈先生盛情款待，如今天色已晚，本宫尚有要务处置，日后若遇困厄，可往京营寻无声，他自会引你见我。殿下要走，他竟无意招揽于我，不行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我绝不能错过。殿下，草民沈敬之愿献万贯家财，只求追随殿下左右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哦，前朝沈万三故事犹在眼前，你今日执意追随本宫，就不怕重蹈覆辙，同样也落得个流放云南、家产查抄的下场吗？草民祖上确有不智，以商贾之身窥伺朝堂，乃是自取其祸。但草民深知覆巢之下无有晚晚的道理，如今闯匪肆虐，中原糜烂，天下苍生危在旦夕，而殿下就是我大明存续之望，是万千黎民之托。草民相信自己的眼光绝不会有错，只改求能够追随殿下左右，为朝廷效命，也为我沈氏博一个前程。草民追随殿下，一为尽忠报国，二为告慰先人在天之灵，求一份心安理得，断不敢有半分僭越之心，还望殿下成全。此人有胆识，明事理，且家底丰厚，正是我急需的理财之人，但人心隔针肚皮。丁，史实预警发布，距李自成3为开封仅剩15日，届时开封粮道断绝，米价暴涨100倍，3月后粮尽，居民相识，白骨迎接，成为一座真正的人间炼狱。城破后无一生还。现发布主线任务：
筹粮员变任务要求：15日内筹集50万担粮草，赶在4月22日合围前运抵开封。任务奖励：骑兵重甲制作工艺图纸。15日筹集50万担粮草运抵开封，太紧迫了。或许，沈先生，你当真愿追随本宫，不计生死？草民万死不辞。你家中有多少身家？现银70万两，祖产田庄、绸缎庄粮店合计估值30万两，总计100万两。草民愿尽数奉献殿下，只求为殿下分忧。好，本宫现在就给你第一个任务，令你散尽家财为本宫筹粮。黄河北岸怀庆府，山东曹州，南直徐州，此3地未遭闯军波及，粮源充足。你即刻筹集银两，本宫会安排500锦衣卫任你调遣，分3路扫粮，越快越好。务必在5日内筹齐50万担粮草。筹集齐粮草后，本宫会密调兵马全程护送你，分水路和陆路直接押往开封，片刻不得延误。届时将粮草全部交贩于开封巡抚高明恒手中。记住，4月22日前，你必须将粮草送进开封城。此事关乎国运，万不可大意。交钞后，你必须立刻返回。届时开封将沦为修罗场，你留不得。若你能顺利回来，日后你便是本宫的肱骨心腹。本宫向你保证，沈家不仅能保全，更能得一份光明未来，流芳百世，为后人敬仰。谢殿下信任，草民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草民领命，纵使刀山火海，必不辱使命。枪要稳，腰要沉，杀敌靠的是气力，更是章法。本宫在他们身上隐隐能感受到军队该有的威严杀气。周副将果然治军有方啊！末将周玉吉参见殿下。参见殿下。军营之中无需大礼，吴侍郎大力举荐你，称你忠勇无双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大。末将只是尽分内之事，怎敢当良将二字？本宫今日前来，便是想亲眼看一看将军练兵的成果。将士们，朝廷与尔等非君臣相隔，实乃性命相托之至亲骨肉。如今外有贱奴虎视关外，内有闯贼妄乱苍生，他们穷凶极恶，屠城焚宅，掠粮害命，如蝗虫过境。而我等堂堂7尺男儿，多年操训，此时正是建功立业、杀敌报国、博取功名的大好时机。今日就叫本宫看看你们的本事，1两白银各级军职，本宫不吝封赏。真本事换真封赏，告诉本宫，你们敢战否？将士们回应殿下，敢战！敢战！誓死杀贼！变阵操演，拿出本事，不负朝廷相托，不负殿下信任。废物，连个阵型都站不好，如何杀贼建功？弓箭手抛射演练，第一组杀！将军麾下果然有能人。殿下见笑，末将练兵仍有不足，枪盾捉对厮杀演练开始。回来，临阵脱逃，按军法当斩。火冲兵，3段射准备，依次装填，瞄准射击。殿下，末将惭愧，火器操练竟如此不堪。将军无需自责，经营火器老旧，弹药粗劣，且操作繁杂，能做到这般已是不易。骑兵冲锋演练开始，让殿下看看我永卫营的锐气。没想到周玉吉麾下还有一支骑兵。
王虎弓术优异，9箭全中，赏白银50两，提拔总旗。李勇长枪对练武艺超群，赏白银30两，提拔小旗。谢殿下赏赐。范德逼、张小山，末将愿赴汤蹈火。尔等表现，本宫尽收眼底。阵中既有勇冠3军之锐士，亦有技艺出城之新族。本宫还是那句话，凡有真才敢死战，愿随本宫驱虏杀贼，赴河山者，他日攻城，封妻荫子，光宗耀祖，方不愧为我堂堂汉家儿郎。建功立业，光宗耀祖。周将军忠义无双，本宫早有耳闻。如今国难当头，本宫欲重整河山，正是急需你这样的栋梁之才辅佐。末将深受皇恩，早已立志为国捐躯，誓死效忠大明。比起这些，本宫更看重的是你周玉吉如何看待本宫。本宫愿与你永结君臣之契，你就是本宫的徐达、常遇春，此生永不相负，你明白了吗？殿下，末将只是一介粗鄙武人，一个丘巴，承蒙殿下如此看重，末将无以为报。本宫听闻将军祖籍锦州，如今松锦失利，不知将军家眷现在何处？回殿下，家眷已迁入京城，只是一路颠沛流离，老母年事已高，身体大不如前。臣身为人子，不能奉养老母，已是惭愧。如今还要连累老母长途迁徙，实在不孝啊！正史记载，周玉吉携子于宁武关战死前，曾回家别母，母亲催他尽忠死战，不许顾家。宁武关破后，老夫人亦举火自焚。与儿子一情壮烈殉国，其夫人刘氏素勇健，善骑射。城破后，率妇女数十人据守总兵府，登屋顶射箭，每一矢必一贼。只尽后纵火自焚，河树尽竭。南明追谥劫烈夫人，周氏满门忠烈，千古罕见。我既然来了，就一定不会让忠臣蒙难，定要保全他的家眷。李半半，即刻命人将周府家眷全部接到东宫恩养，一应待遇与王妃相同。给本宫请最好的太医为老夫人诊治。奴婢遵旨。承蒙殿下看重，末将愿誓死追随。若有二心，天诛地灭。将军不必如此，自古忠孝难两全。将军肯为本宫尽忠，本宫亦愿为将军尽孝。待将来将军立下不世之功，本宫一定亲自奏请父皇，为老夫人请封诰命。殿下如此待臣，臣受宠若惊，即便粉身碎骨，亦难以报答。此生愿为殿下效死命，纵使刀山火海，在所不辞。本宫如今却有一件天大干系的事情要委托将军，不知将军麾下可战之卒有多少？启禀殿下，臣麾下共有5000余众，但多是老弱流民临时拼凑，真正敢战可战者仅2000余众。好，你需在3日内挑选可战之卒，并整军完毕。届时，本宫将以出城野营整训为名调你离京，令你率军赴徐州接应粮队，并一路护粮，确保在4月22日前将粮草运抵开封。此事干系重大，不得有误。粮队入城后，你不能休息，需率军即刻赶往河南罗山。持本宫辅军令牌，命孙应元部归拢丁启瑞大军，不许他孤军追击贼寇。本宫实话告诉你，闯贼就要3围开封了，届时闯贼必行围点打援之策。孙应元勇则勇矣，然他好大喜功，一贯以孤军独来独往，本宫料他必有危难，你务必阻止他轻敌冒进。此乃本宫辅军金牌和一份密信，一路上地方文武你皆可要求协助。到达罗山与孙应元会合后，亲见丁启托交付此信，之后河南局面再与你无关，即刻返回就是。殿下怎知孙将军会轻敌？闯贼狡诈，孙应元处境危险，你只需依令行事。切记，4月22日前，粮草必须入城。末将遵命，此行定不负使命，誓死完成任务。去吧，一切小心行事。本宫等着与将军把酒庆欢。京城这边，本宫会亲自照料，你无需牵挂。希望一切都能顺利吧。对了，李半半。周颜如那边有什么动静？爹，真的是爹！爹，他们打我往死里打，快救孩儿出去！这破地方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
孽障！平日横行荆棘，强抢民女，欺压良善，目中无君无父。今日落如此下场，纯属咎由自取。爹，你可是我亲爹，就连你也骂我，我不活了！别哭了，为父必救你出去。你记住，只认强抢民女之罪，袭杀储君之事半句不可提及，不许攀扯朝臣，更不许提为父半个字。敢多言，你我父子俱亡！儿子记住了，全听爹的，绝不多说一个字。骆指挥使深夜通融，老夫铭记在心。府中已备下薄礼，烦请指挥使笑纳。首府大人客气，些许分内之事不足挂齿，只是殿下那边还望大人早做打算。老夫自有分寸，劳烦指挥使保密。今夜之事，该看的看，不该见的烂在肚子里。本使从未到过赵牢，明白吗？小的明白，小的什么都没看见，绝不敢多嘴半个字。周钦，你教的好儿子，竟能指挥动5成兵马，还敢围杀楚军？那要不要给你把刀，干脆把朕也试了，你好改朝换代，登基坐殿啊！陛下息怒，臣万万不敢。犬子无知，实不知是太子当面，纯属误犯。幸好未铸成大错，否则臣百死莫赎，全家上下皆该凌迟处死啊！误犯，好大的胆子！5成兵马司是你周家的私兵，围杀楚军是误犯。周卿，你这家教真是名满天下啊！臣教子无方，有负陛下信任，实无颜再居首辅之位，恳请陛下恩准臣弃骸骨归乡，从此闭门思过，以赎己罪。周钦这是要撂挑子，眼下内忧外患，朝局动荡，你入阁3年，朕待你不薄。圣人就是教你就这么回报君父的吗？陛下，臣又岂是那忘恩负义之人？陛下知遇之恩，臣肝脑涂地也难报答。只是犬子之事让臣羞愧难当，实在无颜面对君父。臣每每想起此事，恨不能痛断肝肠啊！起来吧，念你平日还算勤勉，暂不追究。至于你那好儿子，你自己去找太子说吧。你须知齐家治国，然后平天下的道理。今后严格约束家人，莫再欺压良民，为非作歹。若有下次，朕定不轻饶。说起来，江南严客收教的如何了？朝廷急等这笔银子赈灾平乱，为何朕至今还未看到银子？陛下放心，臣即刻严令地方官员督办催缴，责令盐商限期缴齐严客，不日内必有回音，绝不耽误朝廷剿贼大事。去吧，记住你的承诺，莫要让朕失望。周颜如，当真是好胆，还敢威胁朕！传朕旨意，5成兵马司指挥使革职下狱，彻查其纵容周家勾结之罪。下令袭杀太子的指挥监视，即刻押赴午门，斩首弃市，护尸3日。奴婢遵旨。周颜如还有用，但兵马司是朕的爪牙，谁敢让私家染指，谁就去死。殿下，首府周老大人前府丁送来亲笔信函，说是周阁老连夜写就，老臣颜如顿首，家教不严，犬子触怒殿下，罪在臣身。殿下抚营酬赏忧国忧民，老臣深愧。此后府君之事，臣必竭尽绵薄，同心效力。至于犬子恶行，殿下自当秉公惩治，臣绝无偏袒。周颜如果然是只老狐狸，这老登比勋贵难对付10倍啊！看来我得想想办法了。去把人放了吧。殿下，就这么放了他？这也太便宜那厮了。哼，不但要放，还要你亲自将周公子送回府上。与聪明人打交道，需先是诚意。你去见见周颜如，顺便替本宫叫几句委屈，点到即止。奴婢明白，定不辱使命，替殿下把委屈说到点子上。这里不准停车！瞎了你的狗眼，连本公子都不认识，
还不快引路！哎呀，是公子回来了，快去禀报老爷！老爷，大喜啊！公子平安回来了，还是东宫典系大公公亲自送回来的，已经进府了。风儿犯下这么大事儿，他朱次郎不仅不追究，还派心腹太监亲自送回，如此反常，究竟是何意？没想到东宫年纪轻轻，城府竟深到这般地步，当真是棘手。有劳公公亲送犬子，殿下仁厚名断，气度恢宏，有太祖省祖之风，老臣感激不尽。奴婢见过首辅周老大人，咱家殿下也是方才知道，周公子乃是首辅公子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这不，立刻就令咱家将公子送回来了。不能吧？我记得我一直有报腕的习惯啊，难道上次一嚣张就给忘记了？看来这事儿怪我啊。公公一路辛苦，这点薄礼不成敬意。眼下国用不足，朝野艰困，老臣家中仅有薄田几亩，勉强糊口，还望公公笑纳。改日老臣亲往东宫拜谢，殿下但有差遣，老臣义不容辞。唉，阁老有所不知，咱家殿下年仅16，正是该享福的年纪，如今却要日夜操劳国事，白日里辅营整军，看将士们衣甲腐朽，补丁罗补丁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整日忧心忡忡，夜间还要谋划筹想，常常彻夜难眠。我们这些做奴婢的，也是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啊。殿下常说，只要能让将士们吃饱穿暖，他苦点累点不算什么。可这银子，唉，难筹啊。原来如此，感情是敲银子敲到老夫头上了。哼，黄口小儿。殿下忧国忧民，体恤士卒，真乃社稷之福，苍生之幸。老臣感佩至深，自愧不如。烦请公公回禀殿下，容老臣焚香沐浴，明日一定亲自前往东宫拜谢。奴婢不敢耽搁阁老休息，殿下还等着奴婢复命呢，这便回了。公公慢行，老朽不远送了，改日定拜谢殿下。什么东西？一个阉士也敢在老夫面前装腔作势，摘茄子不看老嫩，敲竹档敲到老夫头上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爹，那太子人还蛮好的嘞，亲自让人把我送回来，这面子给的足足的。那阉狗也才收了咱们500两，咱不亏啊。打死你都不亏。老夫好歹也是21岁状元官弟，朝堂上摸爬滚打30余年，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一个蠢货？爹，为何打我？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不就给了那阉狗500两吗？对咱家来说，那就是9牛1毛的毛尖尖。500两，连塞牙缝都不够。你没听到那烟货在咱们父子面前一个劲儿哭穷吗？那就是在点老夫呢。哦，我说呢，原来是想要咱家的钱，不给，反正我都回来了，看他能怎样。不给，他能抓你一次就能抓你第2次。不管怎么说，东这次是把面子给足了老夫，如果不识趣，那下次可就不是松松骨那么简单了。老夫现在吃不准的是，这位太子殿下胃口究竟有多大。周福，去备一份厚礼，明日一早，老夫要亲往东宫拜谢请罪。是，老爷。老臣教子无方，犬子作恶，惊扰殿下。今日特将此孽辈绑来，听凭殿下发落。阁老言重了，令郎年少无知，如今已幡然悔过，阁老又何必如此苛责呢？李班班，快为周公子松绑。殿下仁厚，老臣敏感妩内，今日特携薄礼为殿下赔罪。董其昌董老大人书法骨力坚盛，落笔神韵斐然，承蒙阁老割爱相赠，如此厚礼，本宫愧领了。殿下，这2位是江南贤慎，算是老臣同乡，此2人皆痴迷书法，颇有造诣。近日听闻殿下整备备武，为国操劳，
二人不胜钦佩，亦有心为朝廷分忧，奈何无缘得见殿下，因此特托老臣代为引荐。草民王有才，拜见太子殿下。殿下忧国忧民，草民不胜敬仰。草民张富贵，拜见太子殿下。有幸得见天家荣眠，草民不胜惶恐。平身吧。正所谓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二位先生有心了。如今国难当头，最难得的便是这赤诚之心。倘若我大明人人皆如两位先生一般，何愁闯贼不灭，贱奴不亡？草民愿出5万两白银，助殿下充作军饷，只求殿下赐墨文一幅，草民必以之传家，子孙后代日日供奉瞻仰。殿下圣墨乃是无价之宝，草民斗胆也愿捐5万两以充军饷，求殿下一并赐字。二位先生能有忠君体国之心，本宫甚是欣慰。只是本宫的墨宝从不轻易相赠。昔日太祖高皇帝赐墨宝于功臣，必是因其功在社稷，德不苍生。本宫虽不敢比泯太祖，却也是不愿轻开此例。二位贤达一片赤诚报国之心，令人感动。殿下常言诚意不分多少，想来也不愿辜负这份心意吧。阁老方才说到诚意二字，本宫确实感触良多。昨夜巡营时，本宫见将士们身着补丁绣甲，啃着干硬麦饼，却依旧喊着护我大明。可本宫却连给他们换件军服的钱都拿不出来，心中实在羞愧。遥想太祖高皇帝当年，断不会让功臣寒心。周老大人，您说是也不是？太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嫌我们给少了吗？殿下所言极是，殿下体恤士族之仁义，有高祖之风，老臣感佩之至。可如今内有流寇，外有强敌，我大明正值多事之秋，不光是将士们艰难，士绅百姓的日子也是过得紧巴巴的。但愿来年风调雨顺，能有个好收成吧。哼，没看出来，这位东宫居然如此巧言入辩，10万两都填不满他的胃口，还要绕着弯子施压，确实有些棘手啊。哼，10万两就想打发我，看不起谁呢？拖都拖了，还立什么贞节牌坊？别人不清楚你周延如的家底，我还不清楚吗？本宫也并非要强人所难，只是这墨宝一旦赐下，将来传之后世，便是一段贤达忧国的佳话。可若是不能有实际改观，想来二位先生也会觉得遗憾吧。太子明显是不满意这个价格，阁老您倒是发句话，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太子殿下问你们话呢，二位贤达意下如何？所谓法不轻传，殿下墨宝一如其法，岂是随随便便就能赐下的？好厉害的小娃娃，居然用冷场来逼老夫就范，你还真是个人物啊！阁老所言极是，真如醍醐灌顶，令草民茅塞顿开。草民二人愿再添5万，凑足10万两。您老不发话，我们哪敢做主啊？二位贤达如此深明大义，殿下，此等赤诚之心，足以载入佳话了吧？阁老请看，董老先生这幅字笔力千钧，藏着家国情怀。本宫的墨宝虽不及董老先生，却也想藏一份君臣同心。只是这份同心，若只能让将士们少受3分委屈，想来也算不上圆满啊。殿下明察，士绅虽有报国情怀，奈何家资有限，20万两恐已是极限了。无耻之徒，什么狗屁传世佳话，什么狗屁家国情怀，20万两还不满足，他到底想要多少？阁老误会了，本宫并非责怪二位先生，只是觉得君臣同心，当求尽其所能。二位先生乃江南贤达，想必也盼着朝廷能早日平定贼寇，还天下太平，别无他意。殿下，汤药已温，还是先服药吧。殿下当日被一众官兵举刀相向，受了不少惊吓。太医开了安神的方子，可至今也无甚大用。殿下乃是国本，要真是出个万一，可如何是好啊？老臣惭愧，养出这孽子，使殿下受惊，老臣愿一死以谢罪。好一个苦肉计！这主仆2人一唱一和，分明是拿风儿逼老夫就范。老子跋扈，儿子无耻，朱家没一个好东西。本宫无甚大碍，阁老休要听这不懂事的胡言乱语。如今松锦新败，九边丧尽，朝廷愈发艰难。本宫并非要苛求二位贤达，也是想着尽快练就新军，能够护国安民罢了。况且本宫身为大明储君，也不愿将来被朝中清流们非议，被后人耻笑，说我堂堂大明储君，竟潦倒到为了区区20万两银子，便要沦落到卖字无日的窘境。阁老，您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若真如此，
不光是本宫难以面对流言蜚语，就连阁老您恐怕也难以独善其身，因为您可是全力促成此事的。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简直就是强盗。事到如今，老夫也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了。二位贤达，方才所言，你们可体会到殿下的一片良苦用心了吗？尽其所能，便是最大的诚意。尔等若真心想为殿下分忧，便再斟酌斟酌，不必勉强。殿下，草民二人愿再添5万，合计30万两，尽我等所能，以图铁笔青史，不留遗憾。好，二位先生高义，有此赤诚报国之心，本宫甚慰，堪比服用了灵丹妙药啊！这身子都感觉轻快了不少。李半半，快，研墨！奴婢遵旨。啊呸！什么人呐？真不愧是老朱家的种，万历都没你贪财呀！二位先生仗义疏财，大公无私，本宫便赠二位克己奉公4字，以表本宫心意。愿二位此后能坚守本心，克制私欲，以公为先，不负今日赤诚，不负朝廷厚望。太子爷，你读没读过书啊？哪有给人提这种字儿的呀？这挂上谱像批评，藏家里像骂街，这不是没罪找罪吗？殿下墨宝笔力巧劲，寓意深远，真乃佳作啊！好个朱次郎，既想要银子，又不想留人口屎，好歹毒的心思啊！草民谢殿下赐字，必当谨记殿下教诲。说起来，本宫也一直仰望阁老书法，阁老乃儒学大师，墨宝更是天下文人之追求，不知能否不吝挥毫，为本宫也写上几幅，好让本宫日日拼磨，夜夜学习。哦，既是殿下抬爱，老臣荣幸之至。不知殿下想要什么内容啊？看来老夫的书法，就连皇太子都追求仰慕。善。哎，不怕阁老见笑，本宫也是穷怕了，就想要些天才的吉利内容。一来是借阁老吉言，二来嘛，也是想托阁老之福，发上几笔小财。老夫怎么感觉背后有些发凉？那不如就请阁老为本宫书写4字横幅：大富大贵，财源广进，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，金玉满堂，荣华富贵，堆金积玉，腰缠万贯，富甲一方，财源滚滚。阁老书法苍健，意境无穷，想来必是佳作无疑。不如就请阁老不吝挥墨，尽抒情怀，先为本宫写上10幅吧。这都是什么破词烂调？如此粗鄙，也配入老夫润墨？写1幅都嫌辱没门楣，还要写10幅，传出去，老夫岂不成了笑话，晚节不保啊！怎么，阁老难道不愿为本宫题字？还是说本宫配不上大富大贵，日进斗金啊？老臣不敢，殿下吩咐，老臣必当遵命。不能翻脸，不能翻脸！现在翻脸，前功尽弃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可退一步，真是越想越气呀！这口气，老夫记下了。殿下，10幅字，老臣已经写毕。哎呀呀，不得了不得了！阁老怒书果然独步天下，这10幅作品，字字珠玑，本宫甚是喜爱啊！李半半，快给本宫收起来，好生保管。殿下满意就好。老臣近日身体欠佳，还请允许老臣先行告退。再待下去，老夫非得企图写不可。这为就是活祖宗啊，惹不起，老夫还躲不起吗？李半半，快带本宫送送阁老与2位贤达。对了，别忘了本宫的润笔啊，30万两。爹，那东宫就是故意羞辱咱们的吧？他是君，你是臣，这口气咽不下也得咽。若不是你，老夫何至于受此奇耻大辱？爹，儿子错了，儿子再也不敢了。你别气坏了身子，都是儿子无能。
今日之事辛苦二位了，30万两银子，老夫自会如数补上，断不会让二位吃亏。唉，大人物斗法，池鱼遭殃啊！走吧，王兄。爹也太狠了。爹，等等我，你慢点儿。殿下，周老大人一行已出宫门，30万两白银，午后便会送到。李半半，你瞧瞧周阁老这财源滚滚，笔法如何？殿下说笑了，周老大人乃当朝首辅，书法造诣自然冠绝天下，文人墨客无不痴迷吹捧啊，可谓字字千金。哦，既然字字千金，那就得物尽其用。加上董其长这幅，他好歹也是南京礼部尚书，你将这些字全都拿到江南会馆去，那些富商最喜欢财源滚滚了。记住，每幅字不得低于1万两，否则本宫如何对得起周老大人的首辅名头？本宫要让这10幅大作挂满京城商号，人人皆可瞻仰。哎呀，原来如此，奴婢明白了，还是殿下高明啊！如此一来，少说也能再赚10多万两，奴婢恭喜殿下，贺喜殿下！总算是有银子了，系统奖励的东西都该一一派上用场了。眼下快到小满了，红薯玉米的秧苗也该用种了。殿下，东宫黄庄共分5庄，总计田亩23700亩，分布顺天府各处。咱们今日前往的南苑东庄，距宫城最近，大概30里路程。南苑东庄管事庄头太监名叫王承福，今年45岁，天禧2年入庄当差，至今已21年了。哦，21年的老庄头倒是少见。回殿下，这王承福本是魏忠贤旧部，逆案后本该发配凤阳，因其精通农业，账目信细，且无大的过错，因此陛下特留其在黄庄当差的。